2025年9月11号，美国最新的隐身轰炸机 B-21突袭者，它的2号原型机成功首飞了。但是在之前1号机首飞时，机鼻上顶着一根长长的测试探针，那根用来验证飞机测算数据的大气数据探管。到了2号机时，这根探针直接不见了。很多眼尖的军迷们马上就发现了这个细节，这就很有意思了。你难道是项目赶工期把测试设备给减配了？那真是小看美军了。其实这个动作就等于是美军在大声宣布，之前1号机测试中的数据完全没问题。B-21的测试已经到了实际应用阶段，可以说 B-21的新手村通关了，最烧钱最耗时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也意味着整个 B-21项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飙。要知道，从第1架到第2架首飞， B-21只用了不到2年，但他的前辈当年的 B-2幽灵那可是修修补补几十年才弄利索，怎么到了 B-21这儿突然就跟开了挂一样？答案或许就藏在他那台能模拟飞行的超级计算机里。而要解开这个秘密，我们就要从虚拟数字的世界中去寻找。B-21项目之所以能这么快，秘密就藏在他之前的外号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也就是他的缔造者，曾经管 B-21叫数字轰炸机。这个数字2个字就是解开所有谜题的钥匙。在过去，造飞机是个苦力活，设计师画完图得先造个模型去吹风洞，发现问题改图纸，再造模型，再吹，如此反反复复，就像在和时间进行拉锯战，项目时间和钱就是这么烧没了。但 B-21的研发玩法完全变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架活在电脑里的飞机。设计师在虚拟世界里用代码搭建出了一架完整的 B-21，然后就像玩模拟游戏一样，对它进行各种极限测试。想知道机翼在20马赫的冲击波下会不会散架？简单，在电脑里炸它1万次，看看数据就知道了。想知道雷达波会从哪个角度照出它的原型？没问题，用全世界最强的虚拟雷达，720度无死角的扫描它，把隐身死角一个个都堵上。这套流程行话就叫数字工程。它把绝大多数的风险和试错成本都留在了电脑里。现实中的每一次建造和试飞都更像是一次毕业考试，只是为了验证一下电脑跑出的数据有没有误差。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没有。诺格公司更进一步，搞出了一个堪称科幻的操作。他们为每一架走下生产线的实体 B-21都在超级计算机里创造了一个一模一样并且能实现同步的虚拟副本。这就是目前最尖端的技术，数字孪生技术。这玩意儿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每一架 B-21都在赛博世界里制作了一个克隆体。现实中的 B-21在天上飞，它机身上的成千上万个传感器就会把飞行中的所有数据，从机身温度到金属疲劳度，再到每一个螺丝的受力情况，实时传输给它在电脑里的那个孪生兄弟。这一下 B-21就解锁了3个堪称逆天的超能力。第一个叫虚拟极限测试。现实中的原型机金贵得很，谁敢真刀真枪的去测试它的极限？但在虚拟世界里，工程师们就没这个顾虑了，他们可以对那个数字孪生体进行各种现实中想都不敢想的暴力折磨，从而精准地掌握这架飞机的性能边界在哪里。第二个叫预测性维护，这是 B-21彻底告别前辈 B-2那个机库女王称号的杀手锏。B-2为什么娇贵？因为很多问题只有坏了才知道，但这样 B-2就得定期大修。但问题就在于 B-2坏不起更修不起，而 B-21的数字孪生体则能根据真实的飞行数据进行推演，提前预测出哪个部件存在问题，于是地勤人员就可以提前精准地把它换掉。这样就从过去的亡羊补牢式维修变成了未雨绸缪式的换新，飞机的出动率自然就上来了。第三个则是快速迭代升级，未来想给 B-21换个更牛的雷达，或者挂载一种新式导弹怎么办？简单，先在它的数字孪生体上进行虚拟的安装和测试，跑上个几千次的模拟任务，把所有的坑都踩平了，再给实体飞机动手术。整个升级过程就像我们给手机更新系统一样，安全、高效、成本低。所以现在我们就能理解 B-21的惊人速度和高度自信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数字化的设计思路和科研技术力在支撑。每一架我们看到的实体 B-21其实都是一个最终的成品，在它背后早就有坠毁无数次累积的经验，为它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好了，聊完了 B-21背后那套数字技术，现在让我们回到飞机本身，看看它身上有哪些看得见的改变。很多人第一眼看到 B-21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个缩小版的 B-2罢了。这样说也没错，
B21相比 B2 的第一个进化就是尺寸，它的翼展和整体大小都比前辈 B2幽灵要小上一圈，相应的它的肚子也没那么大了。根据目前曝光的照片分析， B21只有一个大型的主弹舱，而不是 B2 那种对称的双弹舱，这就让很多人不理解了，轰炸机不就讲究个大力出奇迹吗？载弹量小了，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其实恰恰相反，这场改变的背后是美军用 B2 几十年花了几百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在现代战场上活下来，其实远比能投放多少炸弹更重要。你想想 B2 当年设计的对手是谁？是苏联，他要面对的是一套相对固定的可以被研究透的防空体系，所以 B2 的设计就是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雷达隐身这一项上，成绩相当偏科。但今天 B21的对手呢，是一整套由卫星、无人机、各种新体制雷达、网络战部队编织起来的无孔不入的信息网。轰炸机只靠对雷达隐身已经不够用了，所以美军将 B21把尺寸做小，就是为了追求更变态的全频不隐身，不光要防雷达，还要防红外、防光学，甚至防声音。体型小了，雷达反射面、红外特征自然就小了，生存能力直接拉满。至于载弹量，那更是观念的转变。在过去，炸弹跟瞎子一样，精度有限，要摧毁一个目标就得靠地毯式轰炸去覆盖。但在今天，一枚智能化的精确制导弹药就能完成过去一整个机库炸弹才能干的活。这就好比当你枪里的每一发子弹都能做到指哪儿打哪儿的时候，那你自然就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弹匣了。不过更重要的是，那个单一的大弹舱就像一个开放式的大平层，它不仅结构简单、成本低，更是给未来那些尺寸更大的新概念武器，比如高超音速导弹留足了空间。这就叫做未来投资。所以你看 B21的进化看似牺牲了 B2 的载弹量，实际上却换来了更强的生存力和更灵活的未来适应性。而它的第二个进化同样是吸取教训换来的，那就是它变得更皮实了。只要了解 B2 的人都知道，那家伙就是个机库仓管。它那一身娇贵的隐身涂层比顶级的跑车漆面还要难伺候，它必须待在恒温恒湿的专用机库里，由一大帮工程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才能保证隐身性能不打折扣。这就导致 B2 的出动率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B21的设计就是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从目前曝光的细节看，比如那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双轮主起落架，就是在追求设计的简化和可靠性。而根据官方的说法， B21采用了全新的更耐用的隐身涂层和复合材料，说白了就是耐造。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B21可以被分散部署到全球更多更简陋的前线机场，进行快速的维护和再次出动。对于 B21的对手来说，这就是个大麻烦。在过去，对手只要盯死你那几个 B2 的专用基地就行了，但未来一支由上百架 B21组成的机队可能会从全球任意的角落里起飞，对你发动致命一击。这种战略上的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才是最可怕的威慑。所以我们再回头看 B21相较于 B2 的改变，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彻底告别决战兵器法思维，拒绝那些威力巨大但轻易不敢动用的高精尖武器。而 B21则是为现代大国竞争量身打造的一支空中军团，它追求的将是一整支部队的高生存力、高效率和高灵活性，这就是 B21带来的改变。好了，看完了 B21这场惊艳的个人秀，是时候把视野拉到全球，看看这场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竞赛，其他玩家跟不跟得起。首先来看第一位选手俄罗斯。面对美国的 B21， 俄罗斯的策略突出一个简单粗暴，那就是继续考古，将苏联时期设计法图160白天鹅拉出来重新爆改升级，搞出了个图160 M2。这白天鹅可以说是冷战时期苏联的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它的看家本领就2个字：速度。在 B21那种隐身刺客面前，图160 M2 就像个全速冲锋的重甲骑士。他的战术就是依靠4台推力巨大的发动机，开着加力燃烧室，用2马赫的超音速来到敌人面前，扇对方2巴掌再跑路。可以说 B21和图160 M2 代表了隐身潜入和快速突防2条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图160 M2 的优势就是快，威慑力也非常直观，但它的劣势也同样致命，那就是它的玩法太老套了。在今天这个卫星、无人机满天飞、各种远程防空导弹的射程动不动就几百公里的信息透明战场上，一架没有隐身能力的超音速轰炸机无异于黑夜里的火炬，还没等它冲到对方脸上，可能就已经被4面8方的导弹给打下来了。所以说俄罗斯更像是炸进图160最后的性能，进行了一次极限冲刺，但这条赛道本身都要被淘汰时，跑得再快又有什么用呢？接下来看第2位选手中国，这也是整场竞赛里最神秘的一位。
他的作品就是从2016年官方首次确认至今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轰20。关于轰20，目前虽然还没有一张官方的清晰照片，但从各路信息里和官方宣传片里那些若隐若现的轮廓来看，外界推测它会采用和 B2、B21 类似的非裔隐身布局的消息，基本上已经是明牌了。它的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那就是补齐中国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的最后一块拼图，让中国空军真正从一个国土防空型的区域力量升级为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说白了，就是要拥有随时来到你家门前，一锤砸烂大门，丢完一串炮仗再跑路你还抓不着的能力。那么轰20和 B21 相比又会怎么样呢？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 B21 作为先行者一定会遥遥领先。不过军事博弈的魅力就在于后法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优势。B21 的设计思想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 B2 那个项目踩过的无数个天坑之上的。而 B2 项目犯过的错、趟过的雷，对于中国来说就成了一本免费的错题集。轰20从立项开始就可以照着这本错题集一项一项的去改错。比如说 B2 当年为了追求极致的洲际航程，把飞机造得又大又复杂，结果导致维护成本高到天上去。那轰20就可以做出更聪明的选择，它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设定一个更务实的航程指标，优先确保对第二岛链内外的关键目标形成绝对的压制，用更低的成本达成最核心的战略目标，这就叫把钱花在刀刃上。更关键的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数字孪生和开放架构的这套全新的工业模式。B21之所以能搞出这两套东西，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把传统飞机制造业的技能点给点满了。但问题是，当一个产业过于成熟，再想掉头去拥抱一个全新的模式，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中国军工则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当 B21还在小心翼翼地去改造和优化一套成熟但陈旧的工业体系时，轰20完全有能力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原生的更彻底的全新工业体系。所以在这场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竞赛里， B21看似是孤独的领跑者，但它更像是一个探路者，用自己昂贵的成本探索一条大河，而在他身后则是中国军工设计师正在照着他的步伐修修改改，一步步完善轰20的设计。所以轰20对于 B21来讲更像是一个破局者，他起步晚，但他看得更清楚，历史包袱更小，完全有机会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真正的弯道超车。当他真正亮相的那一天，带给世界的可能就是颠覆性的震撼了。所以在这场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竞赛里，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俄罗斯像是一个固执的守旧派，试图在旧的赛道上把速度发挥到极致。中国则像一个谨慎的追赶者，正在一条被验证过的新赛道上奋起直追，试图弯道超车。而美国则通过 B21试图开创一条全新的基于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未来赛道，为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从目前来看， B21就是这场游戏中的领跑者，他正试图依靠先发优势成为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在赌的是未来战争的形态，而赌局的赢家将会领先一个时代。好了，聊完了神仙打架的全球竞赛，我们得回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上，那就是面对 B21这种顶级的刺客，到底该怎么防？我想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用更先进的雷达去照它呗，这个思路没错，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对抗 B21这种对手已经不是单一武器的比拼了，而是一场体系之间的对抗。B21的全频谱隐身加上背后那套数字孪生系统的算计，它的目标就是要废掉你的防空体系，想防住它必须有针对的进行布局。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得见 B21。针对这一点，火力军首先想到的就是类似天基红外预警卫星这样的技术。理由是 B21飞得再隐身，它和大气摩擦也会产生微弱的弱信号，在天空里盯着它的卫星就有可能捕捉到这种热异常。虽然卫星不能确定目标，但至少能知道这个区域有东西进来了，这也能实现一个早期预警，不至于太过被动。接着我们可以打开长波或米波雷达，这种雷达虽然精度差，看得模模糊糊，但它的物理特性就决定了它对隐身飞机有更好的探测效果。它可能没法给你提供精确的坐标去开火，但它能大致告诉你 B21会在哪个角落。最后我们再寄出分布式或多基地雷达，对可能产生威胁的区域仔细搜索。而 B21的隐身外形主要是为了对付从一个方向照过来的雷达波，如果我们同时从四面八方去照它，总有几个角度能照出它的影子。好了，现在我们通过天上、地下不同角度的光源，我们总算能模糊地看见 B21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你怎么打中它？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数据融合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把所有光源照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模糊的信息，通过高速的数据链全部汇总到后台的超级计算机里，
拼凑出一个完整、清晰、可以用来开火的目标图像。具体的流程可能像是一场围猎，通过不断压缩空间来确定目标位置。虽然这一套流程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但其实这里还隐藏着一个让所有防御方都挠头的困境，那就是成本太高。你想想，要构建并且24小时维持这么一套系统，需要花多少钱？怎么想都会是一笔天文数字吧。而 B-21 呢，一架7亿美元左右，计划要造上百架的轰炸机，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交换比。就算是技术上能防住了几次，但在长期的战略消耗中，谁的国力能顶得住？这才是作为攻击方最无解的一招。毕竟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B-21 要是把你拖进一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里，一架飞机就能活活把你耗死。好了，聊到这儿，我们该怎么总结 B-21？ 首先，它是一场革命，它彻底抛弃了 B-2那种不计成本、追求极致的玩法，转而信奉务实主义。其次 ，B-21 真正的杀手锏，则是它更像一个不断进化的智能空中平台。毕竟，作为战略轰炸机，它的隐身和速度总有被超越的一天。但它那套数字孪生技术和开放架构，让它从一架出厂就定型的飞机，变成了一个能不断升级、持续进化的空中智能终端。从这一点来看 ，B-21 突袭者它不仅是一架飞机，更是美国为未来战争向各国发出了一张 VIP 入场券。好了，关于 B-21 的故事就到这里。大家觉得谁将会引领未来的战略轰炸机发展方向？或者你还知道哪些关于 B-21 不为人知的冷知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